看车去，打算买车了。小五这次到达市后就一直没有买车，日常出行要不叫车，要不打个蹦蹦。自从前几天打蹦蹦翻车后，小五心生惬意，突然意识到不去买车，把出行安全交给别人，风险更大。这次翻车，万幸只是皮外伤。可意外的是，谁又能说得准？想了想，最后决定还是买辆车。非洲买车是什么流程？小五没有当地的银行卡，只能带着2000万当地币现金去买车。背现金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一捆捆鲜红色的现金摞起来格外耀眼，太多太厚，2只手都要抓不住了，一路的安全只能交给木头头和马提亚斯。2000万当地币是什么概念？若在当地请个保姆，那这些钱就是保姆10年的工资。所以安全问题必须放在第一位。一走出大门，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就进入保镖的工作状态，手在潜意识促使下瞬间放到腰间的刀柄上，比起平日出门去买肉的嬉皮笑脸，今日的2人气场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了往日的活泼，变得一脸严肃。放下，放下，手放下。这一副防贼的样子，没事都能看出有事。单看他俩这张脸，不就在告诉别人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带钱出的门，快来抢。小五一行4人计划先打个蹦蹦到朋友家借朋友的车一用，现在住的大别墅离车行实在太远，借辆车方便还安全，就非洲这种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蹦蹦，一辆售价要700万当地币，这价格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费用。下车后支付5000元的蹦蹦费，约人民币14元。小五细算了算，这一年打蹦蹦的费用真不便宜，一天天的打蹦蹦就花了老多钱，还是买车划算。朋友家院子里停着2辆车，一辆是00几年的丰田埃尔法，当初提着车花了2200万当地币，还有一辆提速老快的6缸丰田小轿车，比起埃尔法就要便宜许多，购买时只花了600多万当地币。虽然这车的车龄快跟小五同岁，但代步还是可以。使劲拍，里面全是蚊子。今天要急走的车，为了场气，昨晚开了1夜的窗户，里面的异味倒是没了，却跑进一车的蚊子，不把蚊子弄出来，就一行4人，绝对能把一车的蚊子撑死。收拾妥当，一行人来到当地比较大的车行，出发去车行。一进门就看见一辆白色的埃尔法，没上牌，这些车都是日系2手车，到非洲来后统统变成1手车。正当小五打算找个工作人员问问这车多少钱时，木头头就跑来告诉他，车行说这车已经卖了，出师不利呀，第一辆就看走了眼。小五只好继续往里走，再去看看别的车。大车行就是不一样，货源足，哪个品牌的车现场都有囤货。拐进里面停车场，小五又看到一长排的埃尔法，随口问一辆2010年的埃尔法报价，车行要3200万当地币，约人民币10万左右。旁边一辆2003年的埃尔法，1950万当地币，约人民币5万多点，年数越老，价格也就越便宜。小五爬到2006年的一辆埃尔法车上，打算上去感受感受，木头头也跟住钻进车里，摸着真皮座椅，刚一坐下就开始嫌热，能不热吗？这些车都是一直暴晒在太阳下，车内可是捂住不透气，埃尔法的性能上没多少高科技，电动门、电动后视镜，这些都是基础配置。埃尔法有个好处，储物筐特别多，小五一上车就开始东按按西摸摸，四处查看车况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闯祸了，年头太久，车的反应都变得迟钝，推出来的储物柜还不了原，车行的工作人员就在车头看住。小五尴尬极了，柜子不给别人推回去，怕是走不了了。上下左右来回折腾，总算给推了进去。这车看住还行，一会去讲讲价，车行工作人员带着小五去看别的车，6缸老皇冠小轿车，一问价格
1650万，这么便宜。这款车小五瞧着是真喜欢，主要喜欢提速快。男人谁不喜欢在野外高速上演激情与速度？在左右两侧都是大草原的高速上飙这种车，那才叫爽。可是小五这边人太多，这车坐不下，喜欢就只能是喜欢。车行的人又带着小五去了一处用大石面铁门锁起来的停车场。从外观看就知道里面停的是豪华车。木头头一路跟住小五在停车场里走，他也是第一次来看车，看住徐徐打开的大铁门，木头头眼珠子都舍不得动一下。他很好奇里面都有什么车。一进门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2005年黑色埃尔法，这款车内饰比外面白色的埃尔法高级一些，配置上差别不大，电动门、电动后视镜、空调这些基础配置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多出一处氛围灯。埃尔法的车内空间大，坐着舒服，全车的座椅都能放平。在非洲的中国人多数都喜欢这款车，出行实用。这款和外面的白色一个价1950万，一番砍后谈到1800万，优惠了150万，没有最后说死。小五感到还有价格空间可以再压一压。为了让小五试驾，车行工作人员取来外接电瓶，这车放置的时间太久，早就没电了。小五只懂开车，至于车的性能，几乎是一知半解。踩油门，车有声响有反应，但好不好他也听不出来，只能假装自己懂。定了，把命交给自己手上才放心。最后确定要白色那款埃尔法，一行人开始和车行老板谈价格。这车行老板太不讲究，也不知道邀请大伙进屋里坐着聊，就让大家在太阳底下晒着说话。常年生活在马赛部落的木头头都扛不住这骄阳的怒晒，缩在车营里直嚷着热。最后1750万谈定，这价格相当于人民币不到5万元。06年埃尔法若换在国内，这个价格是万买不到的，交了1000万定金，尾款和过户得明天再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五一行人又来了车行，将收据、身份证、ID 和尾款交给车行的工作人员，又花了12万当地币给车买了份交强险。工作人员把小五选好的牌照递给了他，牌照号是小五随手选的 T244， 本来可以选择3连号，但下牌的时间会比较久，小五不在意这些，随手挑个能看的就成。非洲的车上牌不像国内要拧4颗螺丝，他们只拧上面左右2颗，起火提车去保养。过户完成，接下来开去修理厂换机油，保养一下，再洗车。这车有2个车窗玻璃不好使，副驾驶那侧的电动门不好使，变速箱有轻微的顿挫感，所以得把变速箱油给换一换。一通收拾，车行报价20万。一听这费用，站旁边的马蒂亚斯眼睛顿时大了，真贵，肉疼，果然小孩心性。木头头是看啥都好奇，看住修理师傅钻车肚子下面检修，木头头也跟住下去。这车肚子下是什么结构，他还没见过。以后这款06年的埃尔法就助我在非洲驰骋，他将带我们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。车交给师傅们去修，小五走到他们店里，打算去看看轮胎。现在车上的轮胎是米其林2012年生产的，用了快10年，磨损比较严重，要轮胎价格合适。小五想在他家把4个胎全换了，一个胎70万当地币，相当于2000多人民币。一问价格，吓了小五一跳，他们轮胎里是放了金子吗？太贵了，4个轮胎280万当地币，8000来块钱人民币，这都不能说贵，该尊称为天价。算了，小五换个时间重新去找家维修厂，挑到便宜的再换。马基亚斯不放心修车的人，虽然他不懂车，但总觉得守着更踏实。看住车前玻璃上的油漆，便主动问了修理厂的师傅能不能清理。修理厂的清洗液齐全，清洗起来比回家自己弄容易。
当听到师傅说可以清洗，但要1万工时费，马提亚斯瞬间不干了。马提亚斯当场回价5000，几个字，一点清洗剂擦2下，给5000，马提亚斯都觉得肉疼，要不是回家自己弄不掉，这钱他还真不乐意花。一顿砍价，师傅折服在马提亚斯的3寸不烂之舌下，只好收5000给处理。木头头这个大聪明，立马去满车找油漆印，绝不浪费1分钱，但凡看见点油漆的字样，就让师傅拿清洗剂去喷一喷。一切都收拾妥当，上车开车回家。保镖人生的第1辆车。好事成双，小五接到朋友电话，朋友家空闲出1辆9成新的摩托车，让小五去拉回来给马提亚斯骑。这么好的事，怎么好意思拒绝？叫上马提亚斯和木头头去朋友家取车，这可是俩保镖人生的第1辆车。一听说这事，马提亚斯激动的都快哭了。这摩托车朋友已经空闲了许久，车要是不使用，那就是一堆废铁。小五有车，用不上摩托车，木头头目前还不会骑，把摩托车骑回去，主要是给马提亚斯用。求人得人，前几天马提亚斯还在给小五念叨，想买1辆摩托车放家里。在洛布有辆摩托车，不管是出行还是买水都要方便许多。要是家里老人孩子生病，有摩托车，那送医院也能及时一些。就马提亚斯现在的工资，攒个小半钱，买辆摩托车也是可以实现的。现在好了，有朋友送车，又省钱了。朋友送的这辆车纯纯的中国制造，属于一骑重机摩托，动力在国内 V 缸发动机中算最强悍的。送车送全套，车都让他们提走，那头盔自然也是一并带走。小五拿着朋友递来的头盔就往大脑袋上扣，没有意外，头盔和大脑袋实现了无缝衔接，紧的哟。早就眼馋摩托车的马提亚斯，这回眼睛全在摩托车上来回左右的看住。别看马提亚斯收入比别的马赛高，但真要让他买辆摩托车，他还真是舍不得。虽然小五没有言明这车是送他还是给他骑，但他明白小五的为人，就算不送他，平日里使用的人也只是他，这和送他没区别。小五也在徘徊，这车该怎么说？若说送他吧，这就和国内职场里老板平白无故送辆车给员工一个性质，几餐牛肉，几头羊买给他们，那是生活，是填饱肚子的食物。但这摩托车不一样，这真算得上是大件资产。就朋友送的这辆，在非洲都得卖8000人民币，送马提亚斯就必须送木头头。那1碗水端平，小五担心生米恩斗米仇，但不送，留给自己又没什么用。马提亚斯，来，戴上这顶 Made in China 的头盔，你骑车回去吧。和朋友交接完，小五也打算伴着余晖回家了。看住马提亚斯爱不释手的样子，小五把头盔递给了他，先让他过过瘾，骑车回去。小五带着木头头开车回去。小五开车在路上被小堵了会，马提亚斯骑车倒比小五先到家。等小五回来一看，马提亚斯开着水龙头已经在洗车了，果然是真爱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看得出来，马提亚斯是真高兴，送东西送到人家心坎上。这也是技术，小五一再交代，骑的时候要慢点，也就没再管马提亚斯，让他和他的情人多待会吧。大伙心情都好，酷热的天也觉得不那么烦躁了。